你有没有想过，去餐馆点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？在中国，点菜不仅是吃饭，也是交流和分享的开始。我记得第一次和朋友去中餐馆的时候，我有点紧张，因为菜单上有很多菜名我不太懂。朋友看出来了，就笑着对我说：“别担心，我们一起点。”服务员走过来，微笑着说：“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”我们回答：“3位。”然后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一张桌子旁，菜单放在桌子上，我慢慢翻开，看见了很多菜名，有北京烤鸭、红烧牛肉、麻婆豆腐、炒青菜、酸辣汤。朋友说，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菜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点点头，说：好啊，我想尝一尝北京烤鸭。朋友又说，我们还可以点一个汤，你觉得呢？我说，酸辣汤听起来不错。服务员耐心地等着我们点菜，最后我们点了3道菜和一份汤。我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我学会了怎么在餐馆点菜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分享菜。我发现，在中国吃饭，大家喜欢一起点菜，然后大家一起吃。这种感觉和西方有点不一样。在西方，很多人喜欢自己点自己的食物，可是在中国，一起点菜，一起分享，才是最热闹、最开心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慢慢发现，点菜其实有很多小技巧。有时候，朋友们会先问：“你今天想吃什么？”如果大家都没有特别的想法，就会点一些大家都喜欢的菜，比如红烧牛肉很下饭，麻婆豆腐很有味道，炒青菜清淡又健康。这样搭配，既有肉菜也有素菜，还有汤，大家都满意。我还学到了一些常用的点菜句子，比如可以说“我要一份北京烤鸭”，也可以说“来一个麻婆豆腐，再来一份青菜”。如果想礼貌一点，可以说“请给我们推荐一下”。服务员听了会很热心地介绍餐馆里的特色菜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去了一家小餐馆，我们不太熟悉菜单，就问服务员：“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？”服务员笑着说：“我们的招牌菜是红烧茄子和西红柿鸡蛋汤。”于是我们就点了这些，结果味道真的很好。我发现学会说“推荐”这个词很有用，因为在中国，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，点他们推荐的菜通常不会错。吃饭的时候，朋友教我怎么表达喜欢，比如可以说这个菜很好吃，还可以说味道很香。如果特别喜欢，还可以说太好吃了。有一次我吃到一道糖醋里脊，我忍不住说太好吃了，朋友们都笑了，说你真的很喜欢这道菜。我也笑了，因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能用中文表达了。除了点菜，我还学会了怎么点饮料。如果想喝水，可以说来一杯水；如果想喝茶，可以说我要一壶绿茶。有时候朋友喜欢点饮料，比如可乐、果汁、啤酒，他们会说：“请给我一瓶可乐。”我发现，中国人点饮料的时候，经常说一杯或者一瓶，这样服务员就很清楚。吃饭的时候，朋友们还教我怎么叫服务员。如果需要什么，可以说服务员，请来一下，然后把需要的东西说清楚。比如，
请给我一双筷子，或者能不能再来一碗米饭？这样既礼貌又方便。我觉得这些句子非常实用。后来，我开始越来越喜欢在餐馆点菜，因为每次点菜不只是点食物，也是一次语言练习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中国朋友一起去了一家有点特别的餐馆。这家餐馆很小，但是里面坐满了客人，墙上挂着很多照片，都是老板和客人的合影。我觉得气氛很热闹。坐下以后，服务员给了我们一张菜单。朋友笑着说：“你来点吧，今天你练习一下。”我看着菜单，心里有点紧张，可是也很兴奋。于是我深呼吸一下，说：“我要一份红烧牛肉，一份炒青菜，再来一份鱼香茄子。”服务员点点头，然后问：“要不要来点米饭？”我笑着说：“要，谢谢，请给我们3碗米饭。”朋友听了以后，对我竖起大拇指。他说：“你真的越来越会点菜了。”等菜的时候，我们聊起了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我说我特别喜欢饺子，朋友说他最喜欢火锅。我们都笑了，因为不管是饺子还是火锅，都代表了美味和快乐。菜端上来的时候，香味一下子飘满了整个房间。我夹了一块红烧牛肉放进嘴里，味道非常浓。朋友看着我说：“怎么样，好吃吗？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太好吃了。”我们一边吃一边聊，不知不觉吃了很久。最后吃完了，我们一起对服务员说：“谢谢。”走出餐馆的时候，我心里很开心。因为我不仅吃到了好吃的菜，也练习了中文。我想，这就是学习语言最有趣的地方。在生活里，在餐馆里，在一碗饭和一盘菜之间，我们不仅学会了点菜，也学会了交流，学会了分享，学会了微笑。